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原计划于11月8日至15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首届 Indie China 电影节，在开幕前2日被迫取消。发起人中国独立电影导演朱日坤在社交媒体上解释说，从10月30日起，他先是收到了国内父亲的电话，提醒他不要做对中国不好的事情。接着，几乎所有身在中国的导演都来信要求撤销放映，其他地区的嘉宾或相关人士也陆续受到干扰。最终，朱日坤不得不宣布取消本次电影节。在电影节的网站上，朱日坤写道：“这是一个无比痛苦的决定，我并非出于害怕或者屈服而做出这个决定，但是我希望 Indie China 电影节停止的声明能让某些不明势力停止继续骚扰所有跟电影节有关的导演、嘉宾、前工作人员、志愿者，包括我的朋友和家人。”朱日坤是中国独立电影的代表人物，他在2001年成立了现象网和现象工作室，这是中国最为知名的独立电影的机构之一。2003年，他创办了中国独立纪录片交流周。2006年，在宋庄联合发起了北京独立电影展。这些电影展和交流周过去也常常遭受压力，甚至被停办。现在，这种压力被延续到了海外。本期节目，我们请朱日坤来聊一聊被停办的影展背后发生了什么，中国独立电影的现状和过去是什么样的。作为一个长期在审查和压力之下工作的人，他如何看待自己的事业，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不停止对事业的追求。朱日坤，你好。你好。大家都很关心这次被取消的纽约影展，你能不能先讲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因为我们以前这个影展吧，就在开始前都还是挺顺利的，因为我是从去年年底开始筹备，然后今年年初我们就发出了一些公开的消息，比如说包括征集作品之类的，然后征集完影片之后，我们也邀请了专门的这种选片团队，让他们来选片，然后选完影片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这种特别影展前的最后的筹备工作，比如说安排影片的日程啊，邀请导演还有一些嘉宾来参加讨论。我们也组织一些就是跟放映平行的一些活动，比如说讨论会，还包括一些工作坊，比如这工作坊关于教大家如何用传统的胶片来拍摄电影，诸如此类的。然后这些东西好像都挺顺利的，因为我在影展前比如说10来天的时间，可能我觉得所有东西都开始进入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轨道，然后我们也开始售票了，因为毕竟马上电影节要开始了嘛，我们就都开始售票。但是只是突然之间，其实可能就离电影节就1周左右，8天左右时间，然后就开始突然就来个大转折。然后大转折首先是我个人开始的，因为我现在在纽约嘛，我就凌晨就还在睡觉的时候就听到电话响，我就看了下是我爸打来的，我就接下电话，然后我就听见我爸在电话里就我一听反正声音就有点怪怪的，他就一接电话他就说你是不是在美国，你怎么样啊？然后这句话就好像在说遗言性质，他就说你看你从小我对你就特别好的，然后我特别在乎你，我做了很多事情都是为了你，他甚至说什么我很爱你之类的。因为我是从这中国南方农村出来的，我们家很少有这种表达，我们大家很多在中国长大人可能知道，我们那一代父母很少说我爱你，当然觉得很怪异，但我马上当然也意识到肯定有什么事情嘛，所以我就问他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有什么人找你还是怎么样？但我爸就说没有就是这样，但是你不要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你在美国也好，在哪里好，一定不要做对国家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这样的。结果呢就没过多久了，就其实我北京有个帮忙人，他也不是我的雇员，也不是我的工作人员，他就是
我北京还有工作室嘛，其实我还是比较常回去的。我有时不在，我就把地方借给这些人住。然后他就跟我说，哦，就是我现在给你打个电话，但是这个电话也是对方要求他要打过来，说要给我传达一个消息，就传达这个消息就告诉他，其实消息也很怪，就也没明白说哦你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就是说哦，第一个让他以后不能再帮我任何忙了不然他就会跟我有同等的就同罪，就他原话是这么，我也不知道他同罪什么是指我有什么罪，就是让我就是不要做什么这些不好的事，不然呢就是会对我，如果我回中国就会对我加以严重处罚，说得很明白，甚至说要把我的房子给拆了什么，然后我都醒了，然后现在结果后来又一看手机，就是还有一两个别人要给我通话的声音，然后有一个是一个制片人，然后呢本来他是有个片子在我们影展中的，他就给我解释说哎呀我现在要跟你说就是我的电影不能在你这里放映了，因为我受到压力，说如果我要再放映他的理由就是说他们另外一个片子是要在中国上映的他如果要片子不撤走，他下一个片子在中国就没法通过审查，就是说他就说那我就没法给什么投资人给各种人交代了，我的电影都没有办法在中国通过审查，也肯定也没有办法在院线放了。然后我一听这种那也没有办法是吧，然后我就起来，然后一看邮箱就发现好几封信就过来了。比如说有一个人显得特别害怕的，就说说我已经被各几个部门的人连续轰炸了，去找到他的父母，找到他这是个年轻女孩，是个年轻导演，他本来要过来纽约参加我们这个电影节的，他就说那我现在肯定也不能过来了，他说他现在在极度的恐慌之中，然后还有另外一两个也是类似的，有的当然相对就语气稍微就平静一点，就说我现在不能让我的电影在你的电影节播放，我要求你撤销这个放映，我也要求你甚至不要宣传我的电影，不要再提到我的电影。然后我一看现在有好几个电影都这么说了，那我想那也没办法，我说我也理解你们可能受到一些压力了，我说那我就宣布一下你们的电影就不在我这里放映，我好让你就你有个过关，对你过关，我就这，所以我就在我们的网站还有就公开就宣传了，就宣布了这几个电影说他们因他们的要求我们撤销了，这样我也对观众有个解释了。刚才我也说过，就我们开始卖票了，那他突然有几个电影撤出也挺麻烦的，那观众肯定会问到，那我要撤销了我也把虽然刚开始卖票还不是特别多，但也卖了一部分了，那我就票要给他们退了，然后就基本上这第一天就开始出现这种事情，就这样。那结果呢，这天我刚处理完事，虽然几部片子，但我也手忙脚乱的，是不是？你要退票，你要各种东西，你还要跟解释，还写东西，然后结果到第二天一看，一下子就来了可能10几封邮件，就基本上是要求当然都是同样的，就是说我要第一个撤销我的电影在你这里播放，就你不能再放我的影片了。有的比如说已经要来纽约的就说我现在不能来了，有的写的特别的那种就像写一个公文似的，就还用附件打印出来签名就写信过来，就特别正式的我撤销我以前对你的授权，我现在，但他们说的都是个人原因但他都没有说什么具体原因，就是撤销所有的授权，撤销你使用我的放映，甚至说我不要求你不要在任何场合提到我的电影，不要任何场合再宣传我的电影，甚至有的很写的就是你把以前的资料都给我删除掉，以前公布的入选什么这些东西都给我删除掉。然后有的写的工整的，甚至就是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要求做出什么决定，我会追溯你的法律责任，诸如此类的。对，就写的特别的一个像个法律文件，还上面签字名就有点恶，是不是？这种反正是挺看的挺让你心里就是很
很一种不是至于这么恶吗？对不对？是我你就是说要求就完了。对，有的人还好，就是他说要求，甚至有的说我知道你付出很多工作的努力在这里面，我听了反正我很，但有的这种好几个都是这种，就是写的就像一个完全是个法律文书，甚至就是你如果我不按照这对，他也一直变成威胁了。哇，我一看现在就一大堆这种事件，这仅仅是就是第二天开始，就可能1半多的电影就全都是这么说。我当时就是确实也脑袋都有点转不过来了，然后更不要说，然后第3天也一样，只是更多了这种东西，就基本上。你一共有多少部片子？我们一共选了影片是45部，有45部，有长片有短片。最后有多少部片子都是要求不要在这儿上映？我估计可能最终我们可能就剩下不到10部的片子就没有提这种要求的。我也其实非常理解了，我也不希望你，比如说你有养老金有退休金都被因为我的这个东西取消了。后来所以为什么我到最后我都决定就整个取消了，也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在担心了，因为后面就已经不是导演了，就是后面就是我任何一个邀请的人，比如说前面我邀请来选片的人，还有邀请来只是组织一个讨论会的人，组织来做一个工作坊的人，甚至只是一个主持人。比如我有个人，我有个电影跟音乐有关的一个纪录片，他拍的是就中国一个正在消亡的一个传统乐队，这种。然后我纽约认识一个人，他也是做音乐的一个专家，他对音乐有很多了解，我就邀请他来做一个主持而已。结果他也给我打电话说，他倒没有说他不能来，就是说他在中国家人也被找了，他说他也搞不明白我怎么回事，他说为什么会这样，我就告诉他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想问一下，对，可能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你就是一个电影节，对不对？而且是一个挺小的电影节。说句实话，纽约每个月都有好多这样的，遍地都是各种活动。对，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大动干戈的，然后找这么多人？还有就是说，你对于就是这种比较这些被找的人，有一些这种比较恶的这样子的一种对你个人的这种的反应，你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我也搞不清楚，说实在，我到现在我也想，其实没有人告诉过我。对，比如说你告诉过我哪个电影引起你巨大的一个不满，或者你巨大的一个在乎的东西，你告诉我，我也最起码我明白。你说这个电影可能就是你就永远不希望它在地球上存在，是吧？那也是个答案，但我也不知道，我只能猜测，就是比如说他就是觉得这种电影节就不应该存在，不管在中国还是因为以前我们在中国也是被打压嘛，是吧？那我只是过了这么多年，我想在纽约重新做点。我本来跟你说一样，我觉得纽约每天都有各种活动，比这大得多的，无数都是各种电影、各种文艺活动，没人会在乎这么一个小的活动啊，何况是来自中国。其实你在开幕之前是不是还挺忐忑的，说有没有人来？我就担心就是这个问题啊！我每天都在说，我怎么样拉人过来，对不对？在纽约这种地方，你都没人愿意去看一个这么边缘的电影。我天天都是在担心，到时候开场的时候没人来，确实就是这样的，这太出乎意料的嘛。然后很多人嘛，确实很多人，他们有时候当然我也可以理解，就可能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这种应激反应，就他们把很多他们遇到的压力，或者他们觉得一种危险或者阻碍，他就把这种愤怒其实就反映到我身上来，或者说他转移到我身上来。对，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政府公权力的恐惧，然后就把这种恐惧全部发泄在你的身上。有的人是这样的，对，就是最起码我知道6、7个人都是这种特别，但也有不错的人，还是对，有一些人也是就是很心平气和的，对，有人很心平气和，就好，对，他也明白什么回事。我甚至会看一个特别年轻人，就是一个年轻女性导演，他跟我说的特别平和，他就说我现在有人找了我这个电影不要放，甚至他还在别的私信倾倒，给我安慰我什么的，我还是觉得挺受这种。对，这是正常的，是不是？
对，就是正常人的反应。对，那种是比较正常。对对对，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在这个公开征集选片之前，你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中国独立创作急剧缩减的状态下，我们对公开征集的结果并不乐观。但你们呢，最终收到了182部片子的投稿，这个数量对一个影展来说是什么样的水平？是超出你的预期的，对吧？这挺超出预期的，因为其实最后到截止日期，我们收到180多部，其实很多我们过了这截止日期，我们后面还收到几十部，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没留意到截止日期，或者因为其实我没有什么平台去宣传这个电影，但是以前我对这种电影就是确实不抱什么太大的一个希望，特别在疫情前后，你看疫情前已经中国独立电影基本上已经其实特别少见了，因为很多人已经不再拍这种电影或者去做主流的。当年商业片特别火，是吧？就票房也巨大，就大家好像觉得都是发财的机会。确实很多人，我甚至我的不少学生，随便拿个剧本，确实拿到几百万、500-600万、3000万的投资，里面也有不少人做了，也算成功的商业片或办文艺、办什么这种的影片也挺多的。所以我会觉得就做独立人确实也很少，又加上疫情这几年大家门都没法出，然后在这之后我们觉得很多人也受到很多这种经济各方面压力，所以就是我确实特别悲观。但是影片第一个数量其实是超出很大的一个预期，还有其质量还是可以的。我们虽然我不是专门在里面做选片，但是我也尽量去看每一个片子。我觉得其实它总体上你保持着一个挺平稳的一个创作的水准，这种东西是特别出乎我意料。就是它不管这种条件怎么艰难，你发现还是不少人在努力在创作，所以这个是特别让我觉得有希望的一个现象。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这些导演片子都是什么样的？就是和以前在中国办影展的时候相比，这些片子和主题有没有什么大的主题，或者是相比以前，比如说10年前，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一方面，我觉得它有的东西是延续我们所谓中国独立电影的传统的，比如说对历史的反思啊、追问啊这种。比如有个电影叫《江南故人》，我还跟好多人都推荐过，因为它是跟反右有关的。就当年，其实上海交通大学他们被迫搬迁到西安，是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然后这里的一些这个过程，同时这里的一些人后面也被打为右派，他们会送到类似一个劳改农场这样的东西，跟那种甲边沟对另外一个小版一点的甲边沟，然后也不少人在这种特别艰难的环境中就是去世了，就是没有活下来。然后现在他能找到的也就几个人，但是这里个也让你感到很有希望。就其实他们这些人，剩下很多人在反思，我觉得他们很勇敢，他们说出过去这种发生的事情，同时他们甚至自己也在去做这种记录，回到原地，他们甚至希望在那里立个碑纪念这种过去的悲剧。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民族中特别有闪光点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特别好的。那其他当然有你说不同，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经常说一种多元化，是吧？其实这电影显示很多多元化，比如说很多女性主义的作品，有更多形式的，比如有动画，有各种假纪录片，有这种拼贴的，对，就其实它是挺丰富的，它不是这么单一的。它的形式比起我们当年，比如20多年前、20年前，它确实有更广阔的一个天地。对，就是你看这种酷儿的当然也有，然后年轻里面他们有很多也相对很轻松的作品也有不少，所以我觉得它就会有特别，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就特别是新的年轻一代的他们的创作，他们可能确实也没有这么沉重，不管是他面对什么样的主题。据说有一群自称是纽约留学生的人写信说，这些电影无法完整代表中国。你能说一下这封信吗？我就很好奇，他们给哪里写信？然后这些人到底是谁？他们有自己真实的署名吗？这个信是我们的场地之一转给我的，就我有2个场地在纽约，都是我租的，一个是在曼哈顿，一个在布鲁克林。曼哈顿这个是个剧场，它叫 Here 剧场，然后有一天就正在这个过程中，他转给我这个信，但这个信就号称一个
他上面署名是就跟我同姓了，朱还有他的同学，他是用英文写的，就是写了好像是挺工整的信，就是说啊，你们听说你们在这里办这个电影节，然后这里有的电影他觉得这些电影可能没法反映中国的这些真正的社会现实啊，所以要求他要么就撤销这个电影节，要么要控制他的宣传。然后他后面当然也没有后续了，反正我也很奇怪，是吧？他没有真实的说我是哪个学校的学生，没有是谁，他就是一个邮箱发过来，其实就是个匿名信，基本上就匿名嘛。而且他还不止说他自己说，他的同学们，他的同学我也不知道哪个学校，或者就但天知道是不是呢？还是领馆的？对啊，这个也很奇怪，也可能是大使馆写的，或者是中国哪个。但当然有小粉红也是不奇怪的，因为我在美国经常遇到这种，就是觉得自己特别爱国，但同时是不允许任何就是有任何不同意见的这样一群人，这种也挺多的。所以我不太明白他们是真的一群人，还是说他是一群假的人。就是你的场地其实是没有办法退的，是吧？然后你就宣布这个取消这个电影节，但是呢，我看到你从8号开始每天都去场地拍摄一张空荡荡的影片的照片，然后发在你的社交媒体上，以示抗议。在那个空荡荡的影院里的时候，你都做些什么，想些什么？还有你这次的经济损失大不大？对，因为第一个我的场地基本上没法退了，或者退当然我能退回小部分钱，但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就基本上都是把钱都付完了。然后我就是每天我还是去那里，就按照电影节的那个时间，比如说我基本上可能每天都是下午2点左右在那里，然后有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些朋友过来，我们内部偶尔看个片子，自己聊一些东西。如果没有，有时他们也没来，那我就自己在那里待着，或者我自己看个电影这样的。我有时候我也带我的孩子啊、家里人过去坐一坐，就是这样。然后也没有特别什么，但是我会把我的这个行为当做一个抗议，对，因为我觉得我也不能就完全沉默。虽然我的抗议我不觉得什么对别人有很大的意义，但对我说我还是很重要的，我要做出我的这个，就即使是一个姿态吧。所以我会在那里就类似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就是当然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想到很多，就是我自己过去做影展的这些经历嘛，因为它其实跟中国做影展还是有很多牵连的，是吧？因为我以前我在北京，它也是这样，我们也经常遇到各种阻碍，但是只是这次可能这种阻力可能会更加就超出我的想象。对，说到这个阻力，就说是你是说没有想象到他们能跑到纽约来阻止你办一个影展，还是说他的这个力度都是超出你的想象？我觉得2个都超出我想象。第一个，我从来就没想到有人会跑到纽约去组织一个电影节，这是第一个毫无意义，这个第二显得就特别荒谬，对不对？就说你就像刚才说，就是你在纽约这种地方，你就投个大石头，它也没有什么水花的一个地方，因为你这种东西确实也没有什么人真的确实关注你。我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就是对我的这个电影节是对我有意义，或者对这种创作者有意义，但它不意味着对这个地方甚至对这个什么这大的社会有什么大家多大关注。当然我不能说它纯粹没有意义，我只是说它不会，它这种关注还是很小的，它就一个文化一个电影领域的一个东西。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如果真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在美国在甚至纽约这样的地方去组织一个电影节，那你要付出很大的一个你要付出多大一个努力你才能去做得到，是不是？你想这个地方它就这种资本主义大本营的一个地方，何况它又在美国这样一个外壳之下的一个地方，就是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言论自由的一个东西嘛，你去组织它，你不觉得这个也是不管从法律多大的一个事儿？对，这多大一个事，你做出一个决定，就这个决定就好像我觉得我作为任何一个决策者，我也没法做出这个决定的，所以它就是很无法想象的。刚才你没有说，就是这次电影节你的资金都是哪里来的？然后你
赔了多少钱？对，这个反正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后来了解到，比如说有关部门他们经常去找别人的时候，他经常说说他们为什么不能来参加我店呢？他会有跟人说朱立坤的资金是有问题的。我也挺好奇，我的资金哪有问题？他们从哪里得到消息？我拿到什么资金？因为我刚开始做电极的时候，我预算大概是5万多美元左右吧，可能5万上下。我想可能如果我控制好点，也许可以不超过5万块，然后不好的也许那也不算很大的一个差别。然后我最开始也没特别想钱的问题，一开始我后来其实都已经筹备的差不多，我跟一个美国朋友，他也帮助我，就我们想发起一个众筹，我想能众筹到1-2万美元，然后我自己在别的地方再找点钱，然后我们也可以卖票嘛，卖票其实比如说可能有，最起码他把我的场地费给弥补回来，那我也不算怎么样。我最开始我也想可能会赔点钱我自己掏呗，那结果后来发现，第一个众筹呢也没筹到很多钱，筹到2000多块钱的时候，2000多美元，我就觉得肯定筹不下去，我就取消。但是取消他就拿不到这点钱，所以我就1分众筹也没有。后来我开通了一个捐款，可能我们收到1000多美元的一个捐款，到现在为止可能不超过2000美元，然后剩下钱反正就全部我自己支付了，因为我2个场地加起来就2万多美元。然后我给很多人其实都订了机票，因为不少人我们邀请来，比如中国来的人，比如说我们开幕片，我当时邀请3个人来，我单买机票就2万，比如2万3000人民币，也就3000多美元。后来他不来了，我也就把它退回一半。比如说就这种，有好几个人也是一样，比如订了酒店，我们订了，有时也订 Airbnb， 也比如说我跟别人也订机票。甚至有机票我都是订的最便宜的，是那他不让退或者什么样，基本上就全部损失掉了。反正保守我就觉得看3万美元的，就我自己的保守会有，这还不算我自己的时间投入啊，我半年多的，还有我因为我们也制作着很多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嘛，就是这种所谓周边，比如海报啊、宣传，对，这里都有几千美元，反正加起来我估计3万多美元的一个，那真的还挺多的。对我个人来说不少的。你做一个独立，对呀，你做一个独立电影人，你就是最不挣钱的一个行业，对不对？对，其实我也没有什么钱。其实他们问我什么钱，我也可以直接说，其实我的钱就我变卖东西，因为我北京还有房子，我就出租了。正好今年我有1万多美元的一个房租，我把我北京2个车给卖了，就最后我钱，我北京其实车不值钱，但我的车牌很值钱嘛，就北京嘛，2个换了10多万人民币，就这加起来，再加上我，打点工，就基本上，我本来基本上是能弥补我这个窟窿，对，可以打平，因为我再卖点票，就我加上这些钱，但是他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就所有都变成损失了，那等于就我还是有一个变成一个，反正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亏损吧，对，但是我想说，就是说那些人不断的就。其实他们散布谣言，对不对？他走说我的资金，我挺愿意有资金的，我一点不反对别人资助我，对不对？我是也想过是不是？我当然想过，我想去，但我是觉得就是我觉得不容易的。在美国现在这个环境，大家也知道，这个政府也把对这种艺术的资金都已经撤了，我们去哪里找钱都很困难。我倒很希望以后有人能够赞助一下我们之类的。那我们正好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了以前在中国办电影节，你应该是刚好经历了2000年以后互联网兴起，独立电影也有一个蓬勃发展的过程。在以前的一个访谈中，你聊到说，独立电影和独立影展在中国并不是大家以为的从前宽松现在收紧的过程，而是从一开始几乎每一年影展都有问题，但2010年以后的打压更加规模化，这是你当时在这个采访里面说的。你能不能跟我们很多可能不是太了解独立电影的听众们解释一下，中国的独立电影在过去20年里大致经历了什么？就有没有哪些事情对你自己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呢？对，因为很多人确实是不太知道，就是说，比如说大家会看到媒体上的报道比较多，比如2012年以后，因为很多电影节被迫取消啊之类的消息，会觉得可能以前会更稍微宽松一点。
但其实我所经历的确实不是这样。比如说其实我从2002年开始做电影节，但开始我们比如说在北京的一些场合，比如国家图书馆啊，是我当然也租他们的场地。一开始可能他们因为没有留意到，是吧？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独立电影，所以它是漏网之鱼，并不一定意味着大家对这东西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但比如说我们做完第一届之后，第二届基本上就不太可能，因为他就再也不租场地给你，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第二届的叫中国纪录片交流周，我在一个场地，当时应该你也知道，北京有个地方它叫世纪坛，它底下是一个它其实是半官方或准官方的一个场地，是吧？你竟然跑到世纪坛，那是在中央电视台对，在中央电视台，然后江泽民了什么什么之类，恨不得去祭天的地方。它就是那样一个场地，但它底下呢是几个小放映厅或者录像厅，它就是做所谓当代艺术和影像的。所以有一年就第二届的时候，2004年我就租了那个地方，我还付了不少场租给他，而且他当时的馆长刚开始还像。好像还挺支持的，说便宜一点给你，对，我就给他，我说我用买票的方式给他买了一堆票，我就说那几天就给我用，我就结果呢那天我们刚开幕完，结果我们正吃着饭呢，我就接到这个美术馆就这个世纪坛地下这个馆给我打一电话，他就特别生气，他说你刚才都在搞什么活动呢？现在我有麻烦了，你不要再过来了。他就把我电话挂了，我就想回电话。他就再也不接了，然后我就后期就不断接到很多人的电话，因为有观众过来看电影嘛，当天还有第二天，他们全都找不到，就他们门关上了，他把我所有资料都撕了，他说这里没有活动，没有电影节，没有什么，那所有人就联系我，很多人都开始就骂我了嘛，因为我当时还留了可能我的电话或者我们工作的电话，结果就很多人就说那你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来到这个地方？一个电影也没有，然后就也没有人让我进去，也没有人给我解释。然后我当时还想急着回去写个布告什么说明一下，最起码你让我解释了，那个馆根本就不允许，他说你不要在我这里停留，你不要在这里写任何东西。我本来海报上还写了他名字，他就特别愤怒，他觉得就是说你这要把我害死了，就这种，所以就是特别典型的中国人怕事儿的中国人的反应。对，他可能怕死，那当时我也没想到的，因为我当时也还比较年轻，也没有经历过特别多这种事情，就我自己也懵了，对，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所以就后面很多影展其实都是类似的问题，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空间，比如说我也参与过，比如我们北京有个库尔电影节，当时我们叫同性恋电影节，我每次都是遇到一开幕完就遇到问题，或者开幕不成。后来我搬到宋庄去，相对好一点点，就那几年。但是前几年也是，其实我都是每次都被他们很多人叫去谈话的，就一桌子的人，你也不知道什么人，几十个人，就是像审问我一样啊，你就要几十个人，对，20-30个人，好几次都是这样，就到他们的办公室，就一群人，是警察局还是什么办公室？国安的。我去过像叫小铺，或者宋庄的他们的就是政府的办公室，但是来的人有的人会介绍人，有的人不介绍，有的人会说我是这个政府的，有人说我是文化委员会的，那其他人可能有几个，也许他们不亮自己的身份，那你只能猜他们是谁，就这种。就是你说有很多人一直对影展抱有幻想，你为什么这么说？可能包括你自己，你为什么一直都想要办影展呢？又是这么难的一个情况下，是什么驱动你一直想要做影展呢？因为对这个抱有幻想，就是指我们认为这种东西在中国，它最起码是可以持续的，是吧？它可能不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活动，它是个小型的一个文化事件吧。这种事件按道理它对社会也谈不上有什么危害，它很多像是一个业内交流的一种性质。但这种东西对于我们做电影人还是很重要，就我们有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能够让大家持续这种创作。所以我也好，或者很多人好，都会觉得这种东西不一定会那么困难。当然直到最后我发现其实这确实都有点过于乐观。当然我觉得电影节它重要可能有一种
对做电影的时候，它确实是挺重要的，就是因为很多电影它是没有办法在别的地方有放映的机会，比如这种电影，在中国没有办法拿到龙标，对它没法。第一个，我觉得我们也不愿意去拿龙标，是吧？拿龙标意味着你实际上是做出很大，就是被审查的，受到审查。对，这种审查是很严酷的。第一个，它会删掉你很多东西；第二，要求你甚至改变你的很多想法。它本身也是个我觉得特别屈辱的一个过程。反正我个人想都不会想这个事情，我仅仅就是一个表达。当然，这种表达我们也理解，在中国这种境遇下，你不太可能有巨大的曝光，基本上没有商业的可能性，是吧？它就基本上地下办地下的。但是它就是维持一种创作的一种推动力吧，我觉得就是非常小的一个推动力。因为如果它连影展都没有的话，就在中国的这种环境下创作很多电影，它在国际上其实它也不会有特别多的这种条件，因为少量的电影它可以所谓走在国际电影节啊，或者在国外有些传播，但对多数来说也不太适宜的，因为西方观众有他们的选择。他们对很多中国的这种独立电影，他们也不了解，他们也没这么喜欢。这个语境，他们太陌生了。对，已经是很陌生的。对，就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这种去西方电影节比较多的人也都会了解到这种，它就是一种困境，对我们的独立电影来说，所以它也是我个人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个环境中一直在做这块，我觉得我多少有点责任感吧，一方面是这样的，第二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喜好，对我个人喜欢跟这种独立啊这种民间的东西更有连接，我觉得它跟我有种这种特别重要的关系。你能说一下你自己？你是北大毕业的是吧？怎么就会进到独立电影这么一个行业里面去？就是在中国，尤其是在前几十年，有那么多可以挣钱的行业，你进到一个这么边缘、这么不挣钱的一个地方去。我本来就对这种就是所谓的文艺青年嘛，当年是吧，就比较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然后相对来说，他又有也偶然的机会，这偶然机会就是，我当年其实确实也跟互联网跟这个东西给我带来很多关系，就是你好像突然通过某些渠道，然后你打开了一扇门，或者你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些不一样的东西它可能比金钱啊，比你各种追求物质的东西更重要。这种东西的时候，它就让你会对这种东西产生很大的一个兴趣。所以我一直对电影啊，对音乐啊，比如说这种所谓小众也好，或者这种比较叛逆的东西比较有喜好。所以我做的事情就开始往这块倾斜，然后同时呢，这种打压反而让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是有价值的。对，就是它不是这么一帆风顺，它这么一直有这么多的这种阻挠，然后这种东西它就变成可能就变成一种生活习惯了。在我看来，就是我不断的沿着这样的一个轨道在走，然后当然自己也得到一些反馈，就这种反馈会让你觉得这个东西也挺好的。对，虽然它会很艰难吧，这种艰难不管在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导致你生活方面都有很多困难。但我也同时就像比如说像我们也提到像王力雄还有韦瑟，我也认识到他们，我也觉得因为我读到比如王力雄写的书，我看到他当年他退出作协那边那个信，我觉得哇，你看那是80年代呀，是所有人都想要进作协的时候，是有很多榜样的，不是去走一条什么扩张大道，并不是的。你会发现，其实你周围有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对，他们做出自己的一个选择，所以我就也不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很孤单啊，或者这个东西很奇怪啊什么。所以其实周围的很多人也给我这种鼓励吧，我觉得是挺重要的。就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我跟郎一雄老师跟韦瑟，我们都是特别亲密的朋友，我们一起去为地一起各种讨论。所以我也不觉得就这个东西好像当然它可能经济上没有什么大的一种回报，但是我觉得它会让你特别充实，所以就是没有让我觉得需要退缩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2014年就是搬到了纽约，在这之前呢，实际上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就是从2011年
艾薇薇被逮捕，然后同年你办的这个中国纪录片交流周被迫停办，还有接下来几年呢就分布于比如说云南、南京和北京的中国3大独立影展陆续被查抄取缔。这个也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了，就是2014年实际上是非常的严厉了这个打压。当时呢，北京独立影像展在开幕前被勒令停办，官方呢甚至还派这个警察和地痞流氓去阻挠电影节开幕。电影节当天的负责人厉宪廷和这个策展人王宏伟还被这个警方带走，然后最后主办方呢被迫签署保证书，承诺不再办这个电影节。然后这个基金会呢，就是这个厉宪廷，应该是厉宪廷这个基金会，它的1500部馆藏影片也被没收。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些都是不是和这个事实相符。这么大力度的打压和你后来搬到纽约有没有一个关系呢？这种压力可能也是就是我当时离开中国，包括离开宋庄的一个原因吧。虽然每个人比如我换到一个地方也有我个人的一个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在宋庄，比如我搬到宋庄，当然跟那个厉宪廷先生有很大关系，因为当时是因为他想在那里做一些跟电影有关的事情，然后他找到我就跟他谈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办了那个第1届北京独立电影展。然后其实刚才也说过，其实第1届开始就遇到很巨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就勉强把它办完了。其实当时有一些片子也根本没法正常放映的。就厉先生他本身也不是做电影的嘛，然后但我们有很多交流，后来我们说可以来做一个就是一个机构，后来我们取名用他的名字命名，就叫厉先廷电影基金。然后我就把我以前影展还有北京独立电影展都放在这个机构下面。因为最开始比如这个北京独立电影展也是想挂在当时的他主持一个美术馆叫宋庄美术馆办的，但那个美术馆其实是个官方的。我当时他还跟我说可以做什么事情，我说我们应该可以做个电影收藏，我们做个资料馆。然后最开始我也是把这个资料馆的东西都放在那个馆里面。但是这些电影你想它就变成这个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它一个官方的东西去做这种民间的对他们来说最害怕的东西，它怎么可能呢？所以后面我还就发现这个不对之后，我还修改了，以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全都挪出来啊，我重新跟别人去签这种收藏的协议啊之类的，因为再重新做一个叫厉宪廷电影基金这样一个机构。后来这个机构下我也继续做这个电影的收藏，还有我们还办了电影学校之类的。所以那几年虽然很磕磕碰碰，但我们就勉强每年都办这些事情。然后当时我还办了这个电影学校，只是到2011年，就刚才你提到那时候确实开始了可能特别严厉的打压，就对电影节对我们所有事情都是一样。但是当时比如说有一届我们这纪录片交流周也被迫停了之后，我就没再继续做这个影展之类的工作，我就把这些东西就另外的人再继续。所以我那几年开始就逐渐去拍电影。当然到可能13年14年他们更厉害了，是吧？就你也提到他们把我们那些资料那些东西都基本上算抄家的方式给他夺走，他没有任何法律程序。而且那些资料很多都是我过去10多年我的工作，再加上我们后来继续收藏的电影加在一起，再加上比如说我们每年购置跟电影有关的书籍啊 DVD 啊这些东西合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个完善的一个跟独立电影有关的一个资料库。结果他们就把它全都给夺走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给放在什么地方。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下来，就是那些年开始打压这种，我觉得不仅是独立电影，它可能是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一个强力打压。我觉得它可能首先的是针对比如说 NGO 啊 NPO 这样的一些社会机构。因为当年虽然我做电影，但我对社会还是比较关注的，我的很多朋友也是从事各个方面的，我们都感到这种社会的这种好像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在以前大家其实不仅我们对电影节比较乐观，是吧？这个整个社会都在一种乐观的情绪中。我们知道当年大家经常说公民社会，是吧？就好像这个社会以后要从普通的人来推动，普通人来
构建。然后我的一些朋友，他们有行动者，有做个艺术方面的人，有的人比如说啊，现在开始基层选举了，以后我们这个社会很快也可以民主化了，特别乐观，比如郭飞雄之类的，他当时经常来找我，还经常要跟我讨论这种社会现实的东西。虽然我不是做这块的，但是我感受到社会各界的这种民间，当时有个杂志，也许你也知道，叫民间是吧？一会社会民间人士，他们还每期给我寄啊，好像我们都觉得这个社会要迎来一个新的年代，要迎来一个蓬勃的、真正的有自由的一个社会。结果11年、12年开始，其实马上并不是那样，反而是一个相反的方向。然后 NGO 被打压，我们电姐被打压，各种活动被取消，一直持续到疫情，是吧？疫情当然那是更加极端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它可能电节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被打压是跟这个社会有很紧密的一种关联。所以打压电节仅仅是打压所有这些社会有机结构的一个部分吧，在我看来是这样。那你14年就是决定离开北京搬到纽约，那你这些年主要做什么呢？然后今年为什么又想要做一个电影节？我当时搬到纽约，就是除了这种在中国的很多事情我做不了之外，当然也有非常具体的原因。那他们比如说我待的那个宋庄，他们甚至说我要把他赶走，就他们有一个人就拿着他的上级给他发的信息，还给我看说你看这都不是我要赶你，是上头有人要赶你，诸如此类的。虽然我倒不觉得他一定能赶走我，但我有点烦，就是我待在那里，他们还是持续的干扰我。比如说其实有的东西跟我个人家庭也有关系，因为当时我有孩子，我孩子才几岁。有一次我带他回家，其实我也没干什么事，我就做电影，然后他们就派了一个人，可能某些敏感日子，他就派一个人站在我门外，就骑在一个摩托车上。那也不一定是警察，可能是他们雇的人，但他就天天站在我门外，他也没别的事情，就明显的。那我女儿就觉得有点紧张了，她就问我爸爸怎么回事呢？你在我们家门外干嘛？我当时觉得反正我就有点就觉得这个对孩子也不太好吧，我还是希望他稍微开心一点，宽松一点。所以这也是我原因之一，当时很直接触动我的。后来我就搬到纽约，但是那些年其实我经常还是在中国拍片子的。我可能有一半时间多一点我在纽约州的乡下住，然后我在可以很安静就剪辑片子什么的，其他时间我就在中国。一方面其实我也挺想了解一下这个社会的每个方面和每个角度是什么样，我就去不同的地方，我选一个地方去拍片拍纪录片，然后去见不同的人。我就那几年经常就是这样所以我拍了好几个纪录片都是跟那个时候有关系的。有时候比如我也碰到警察，碰到来没收我素材的人，我就把这个经历都转化成我的片子。我也跟着维瑟王力雄去拉萨，然后那些年去了好些次，然后我也剪了一个纪录片。后面比如说有个什么地方有个事情发生，我也赶过去看看。对，比如说有时候比如说有个地方那些年特别多抗议事件，虽然这个打压已经很严重，但是我们知道当然乌坎是吧，比如我记得去成都周围也有什么释放事件，我还去合肥，当时他们有另外一个事件，还有广州，我还经历了南州的那个事情。正好那几天我也在广州，他们在南方周末门口去2012年底，那是12年对南方周末的这个新年献词事件，对，正好那几天我都在广州，我还每天去那里拍了一些素材，我还给了别人用呢。我其实很多人也没输我名，但也没关系，我就是都是这样，我就觉得你就到处凑热闹，凑得特别的对，我当时兴趣盎然的。是那个时候就好像天天我都从不同的地方赶到不同的地方，对，有点，其实他有点像媒体记者。虽然我从来不把我身份跟媒体就是等等，但我还是力图去做一点跟记录有关，你想记录下来。对，我想记录下来。对，好有意思。可能我们没有，我本来想让你说一下，就是为什么今年想要做这么一个展，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进行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办一个怎样的影展？这个问题呢，是我在找你以前的一些访谈资料的时候，发现你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很多年来，似乎你还是对影展的目的、业务的精神或者这种专业性，很有追求，而不是说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我们抱团取暖就好了。说句实话，这一点我特别特别同意，就是任何时候专业性是最重要的。我想知道，就说这些年来你对影展的追求，你希望影展发挥的作用，你要办一个什么样的影展？关于这些问题，你的思考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其实我也可以连带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实际上是一致的。对，就是比如说我在纽约办个影展，我当时我也做过这种思考，就是我觉得其实我只是借纽约这个环境做一个挺虚拟的影展，我觉得我的这个影展本来应该是立足于中国的，这是我其实很坚持的一点。当然这个听起来实际上很怪，是吧？但我也理解这种很怪异的一种东西，那就是其实我知道我们的现实是我没有办法在中国办一个自由的电影节，那我在纽约我做这种实验，那这种实验可能以后反过来如果最理想状态我是可以搬回中国去的。对，这如果环境条件允许我，这是我第一要求。如果实在不行，那么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很离岸的一个东西，但不管别人理解不了，那它就是对我个人的一种就这个电影节的我对它的一个要求，就是我办这个电影节，它是按照在中国举办，它对我们有一种现实的意义，它有本土的这种作用在这个里面。我办个电影，我希望它是一个专业的电影节。这种专业性，我觉得包含可能几个方面吧。当然，首先我觉得我们选片是自由的，我们不是取一种比如说在审查的要求下去做一个选片，但是我们自己就有自己独立选择的这个前提在这个里面。第二个话，就我觉得这个电影节它还是应该，因为它首先是反映中国的这种独立创作的现实，它应该能够有一定代表性，就代表我们当前创作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一定它是好的或者是差的，但是最起码我们应该让它反映出来。比如说它现在新的作品是什么样的，我们都有什么可以体现的东西，就是它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因为我觉得它体现当下的东西，它实际上是有很大，我觉得它有现实的意义在这个里面。当然另外一点就是也是我刚才说，我觉得这个电影节它应该跟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是有紧密的联系的。就我是来自中国，有时候我虽然在纽约待了很多年，我也不觉得我是美国人或者纽约，这个东西我倒不说，还是中国的这种身份认同是很难，对，身份认同是很难认同的。我刚开始会觉得，哎，有时候我后来很理解一些人为什么他老了之后，他说哦，我必须回到一个地方去。虽然也听起来有点怪，但是我还是能理解。对，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一个选择自由。对，我选择你的文化身份和你自己的东西，这个东西跟你是否认同个政权不是一码事。对，我还是这么觉得的。所以我也觉得，就是我会更乐意回中国做些事情。到现在我也是这么坚持认为，就是说，只要当局不要过分打压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在中国。我觉得可能我的事情在中国更有价值一点点，然后我也更愿意让电影跟中国它有真正的这种联系。这种联系其实它不一定纯政治性的，虽然我不回避这个政治性，我觉得我不要做太多我个人在这方面的自我审查，但是它这个环境也是很丰富很复杂的，电影反映的就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它不是单面的，对不对？即使不管是哪个方面，当然至于电影的专业性，它有很多别的要求，比如说我们对电影的判断，这可能是一个纯艺术性的问题，什么电影是好电影，什么电影是不好电影，这个也会有很多争议，每个人对一个电影看法都是很不一样。所以我经常就是说，我们开放一点，就这个电影我们选择了，就像这次我也一样，我要求我自己不选片，当然我选一些别的片，但是主要片子我们都是就我们一个委员会，对，委员会来处理。我说以后我们也这么处理，但是现在我也不知道这能不能持续，因为委员会也被打压得很厉害，对不对？那以后也许没人敢来选片了。那这种试验也是有很失败的地方的，或者不可持续的。但是他就是这样一个要求，就是我觉得我首先的兴趣还是电影，我个人身份也是做电影的人，
我当然做一个评论啊，也不见得对，就说对你来说，电影是一种艺术，是一个文化，但是对他们来说，电影就是政治，对不对？因为从他们的眼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政治。你办了这个电影节，不管你这些电影是不是有任何的政治性，或者是你真的是有任何的反叛的，或者是怎么样，可能有些就只是一些年轻人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些探索，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可以容忍的，或者是你做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反叛的一个 gesture。我不知道，我觉得你说是对的，是这样，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选了几十部电影是吧？也许他觉得有一两部电影有问题，他就会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给否定掉，而且会把所有人拉来陪葬式的是吧？就他打压所有人，他也不管你说这个电影其实在他眼里也不一定有问题，那他也不管，那一样去打压这种人。所以他不是这种东西，就这种所谓政治性的东西，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给它给扩大化的。那因为其实它一个电影节本身它是一个，当然你不可避免它会有某些政治性，但它总体上它有很不一样的东西在呈现，因为任何电影节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电影在这里面，所以他们会其实可能就跟他们所谓管理这个社会的方法是对一脉相承的。对，而且呢，他们现在越来越看到，就是海外有很多人，把在国内做不了的事情搬到海外来做，他们可能也是想要打击这样的一种趋势。有可能，也许他把我们列个榜样来打压，然后让别的机构可能会觉得杀鸡儆猴。就像我们前面聊到的，就是很多年你们在中国做影展都是处于被打压的状态，每一年都有不同的麻烦，甚至现在在海外还有麻烦。你以前在一个谈话里说这是无法持续创作的一代人，在中国可能不仅是电影、文学、新闻、音乐，很多人都面临这样的情况。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种处境？你会觉得自己一直在做很边缘的工作吗？或者你对于就是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年轻人甚至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就是这种无法持续创作这样一种状态，你怎么对待他？或者这种状态会不会对你是一个很大的困扰？以前可能有时候会挺悲观的，对这种特别电影，它可能对环境的这种依赖更多一点，是吧？它从创作，因为它是个特别大的，对，它到展映，它都需要一定的环境。比如展映，如果确实没有个环境，它有时就很难举办。它甚至跟文学、跟诗歌这种，甚至跟绘画这种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当然，现在我有时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就我觉得它也有它的一种优势，是吧？这可能是电影为什么受打压，就是电影它的记录是特别有现实效果的，比如它任何影像记录下来的东西好像特别真实啊。不管我们从艺术的角度说，这真实也是有可怀疑的地方，但它总体上确实是我们知道媒体为什么都转向了影像，有很大的这种变化。我觉得它可能它变得很有力量，它对这种现实的这种记录和反应，它又可以很及时，同时也很有这种。我觉得它很有历史的这种记录的作用在这里面。另外的话，这些年来说，其实影像其实它还是变得很轻便，很容易操作了。比如手机，类似各种设备的这种轻便化和这种高科技的发展，它让你做电影也不太这么难了。而且你即使在一个小范围的环境里面，甚至在你的家庭里面，你一样可以做出电影来。所以有时候我也在调整我的一种看法，就让自己不这么悲观。就是我觉得影像一样是可以像写作一样自由化的、个人化，所以它可以，你即使记录不了外部东西，你记录家庭总可以，你记录你个人的成长，记录你家里的在这个环境中的生活，你一样可以用很好的方式记录下来，用很好的方式去呈现，成为一个作品。然后当然展映的话，我觉得即使有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本土上很困难，但是慢慢我们可能也会建设一个新的环境，是吧？这环境也包括国际的，或者包括网络的、虚拟化的。我觉得它还有很多可能性在这个里面。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会觉得，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相对乐观的一个心态。对，我自己是这么想，现在这些年，因为我自己也在持续想做创作的东西，我自己也每天尽可能也在拍摄，虽然我做的作品很慢，但是我觉得它也一样是可以呈现出来。所以从这点来说，我觉得可能环境在变化，然后这种环境虽然它是两面的，有时候比如说这种科技这种网络的发展，它带来很多监控的便利，是吧？我有时候也在想，它能打压到纽约的，也跟他们的这种监控的便利有很大关系。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它也是个双刃剑。那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便利性来维持自己的创作。这反正是我目前的也可以来传播自己的创作，对，也来传播自己，也一样是可以的。对，很乐观很坚定的一种，我觉得可能需要这样吧。对，那你现在怎么看现在中国国内的这种独立电影的一种状态呢？我觉得它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会有人去持续这种创作。当然从一种大的环境中来说，活跃的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个是不可不正视的一个变化。然后年轻一代里面，他们真正愿意持续独立创作的人还是很少的。虽然可能作品有时很多，但很多可能是更加可能对他们来说，就独立这个概念当然是很广的，是吧？只要你可能自己拍着玩也是独立，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真正去面对就是不断去追问这些主题的人，可能还是挺少。当然就是有分量的作品不是那么多了，是吧？就比如说以前我们看胡杰导演，是吧？他做的这些临招了，还有这个像徐星他拍的几部片子我都很喜欢，他的什么我的文革编年史了，还有就是拍宋庄的这个就是老金的那个黑车司机，对，还有就是艾晓明教授他们拍的，其实都是很完整的很有分量的这样的一些独立电影。但我就是了解很少，都是我只是看到的。对，就像你提到像艾晓明老师这种，我也是非常尊敬他的。虽然比如说最开始我看到他电影，我也觉得没这么多电影，但你慢慢去了解，你发现这非常有价值的、非常重要的记录，他对我们这些年变化，对，不管假边沟还最早他拍《太师春》，还拍过其他各种东西，我觉得都非常重要。但是可能对于现在新的年轻人，可能有时候我也觉得是个好处，像就是我看到一些人一开始比如他被打压，他也有点惊慌失措这种。但我想如果他真正想做创作，我觉得这也是你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就你在中国社会，如果你都没被打压过，我也觉得你谈不上做什么独立创作的东西，是这样的，对不对？那你看艾老师，那他这么多年他受到这种打压，他也无法出镜，他甚至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干扰，但是他在持续的创作，不管是用摄影机，不管是用笔，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他们也会慢慢的从这些里面学习，不管从他的经验还是从这些前辈那里，大家都可以继续去做创作。所以我会觉得他可能会是个新的年代的一个开始，这些年不一定这么乐观，他可能很多东西就变得特别地下，变得特别的很少量的个人会坚持这种创作，但他肯定总会有人在坚持。你做这个电影节其实也是想要大家继续坚持下去，是吧？我希望是这样的，对，最起码对中国就是坚持创作人，我们有一个在外面的平台，我觉得他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种最起码是精神上的支持。对，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对，刚才你们编辑跟我说一下，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会推荐2本书和一个电影。2本书是那个就王小波的文集，比如他的时代3部曲，还有我很喜欢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集，还有一个电影的话，我会推荐跟中国有关，看《再见列宁》。再见列宁。再见列宁是和中国有关的吗？是一个中国不跟中国没有关系，但我就说这种环境是个德国电影，对不对？对，那个电影我是觉得特别喜欢，真的是，
确实是就是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是吧？是，其实就和中国的调子对，就它调子有点像。对，我是说跟中国这种环境有关的这种里面。对，好，谢谢朱日坤，谢谢袁丽老师，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